咱们来开这一套魔方新重图的这一套 G2 配色的大力神。这回是以礼盒形式发售的，这么大的一盒，而且这个外包装的峰会这回画的相当的不错啊。这回给皇叔点个赞了，玩具的一个造型，而且设计的这种色彩搭配什么的都很棒。侧面这6个单体成员的面部特写很有感觉，背后这里是6款的载具形态。纸品方面，说明书、人物卡，说明书也是以这么厚一本的形式，里边单体还有合体的演示步骤都在里边。有一兜配件，这里边是替换的漫画造型的装甲，以及单体的武器，替换的面部、钻头，还有这个挖钩。礼盒版里边还会附赠一个这样的亚克力的立绘牌，也就是当时极翼动画里边探长的那个射出来的那个全息投影啊，挺不错的。而且这个角色其实当时在极翼动画里边没有设定的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全息投影吧。后来这个角色被编撰进了漫画里边啊，还有了单独的戏份，我们把它拿出来了。亚克力的上面还有保护膜，这些我还没有撕掉，也就很动画片的感觉了。西速里边这回是这样的配置，6个单体的人形大枪组装的配件。那这个小队的 G2 的配色这回是以黄色和紫色为主色调搭配出来的。不过我们现实中看到的一些工程机械大部分都是黄色的吧。有一点可惜的是啥？这一回黄色版本的大力神身上并没有很多的警示条纹那种印刷出现啊。人形和之前原色版本差不多，只是更换了一下配色，当然还是很帅的。那么我们来一个一个的变形吧。参与合体的这些零件可以拼出来一个像是地下作业的这种钻探挖洞机，但怎么说呢，好歹这套配件拼了点什么吧，起码能组起来这么个玩意儿。其实魔方整体的这一套人形修饰的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前后左右看空洞的地方也都给你堵起来了，身体的比例也相当的舒服。队长铲土机就变形完了，这个过程还是挺复杂的，但是起码能做到2个形态都兼顾了还原。脱斗其实变形也挺复杂的，这个变形还很厉害很巧妙，因为脱斗的人形和其他5个单体都差不多，但变完了以后呢，它的车会变成特别方特别宽的这么一个造型。这个的变形过程还是挺繁琐的啊。那把这些解决了就好说了嘛。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推土机。好，没问题。推土机一个，挖掘机。好，这台挖掘机又变完了。啊，搅拌机的变形也挺费劲的。原本我以为变形最复杂最绕的这个搅拌机竟然是最顺利的，就这么2-3下都变完了。最后吊车，哎呀，吊车这个我是真的忘了，一干二净。哇，好了，经过了与自己的记忆做了一大批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想起来了，靠着本能，终于把这6款在没看说明书的情况下又把它变回了车型。哇，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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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方的质量转换技术玩得非常溜，我们可以大概的比较一下吧。这3款车啊，铲土机、搅拌机和吊钩，这3个其实车型的体积是差不多的。如果说把这个铲斗抛除在，嘿，其实嘴咋也瓢了呢？就是说，如果把这个铲斗抛除在外的话，其实这3款身材啊，在变完了车型以后的尺寸是差不多的。而这2个手臂的成员呢，抛开了它前边的推斗还有这个挖钩以外啊，这2个的体型尺寸又是差不多的。那脱斗就厉害了，它单独做了这么大的一个翻斗车，然后你甚至可以比较一下这个翻斗车的体积和这个挖掘机的体积，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密度压缩。也就是说，脱斗它在人形的时候啊，这6个单体成员我们在人形也看了，是一般高、宽窄、胖瘦也差不多的。脱斗它做了一个炸开式的延展，其实这种设计都有点像电影玩具了。它的变形逻辑真的很厉害，但是变形起来也是非常难去把它密合成车型的。整个的变宽、变长、变粗，所以你能想象这2个家伙变完了以后的人形竟然差不多大。这也就是说到能在这一款上边把这质量转换技术从人形到车型延展到了这么大。但是呢，在合体的时候，脱斗毕竟是一个跨步嘛，所以呢，考虑到这个胖瘦了、粗细了、美型度，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大力神合体以后背后还要背一个小书包，就是脱斗的这一节斗。所以真的，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以现在的设计水平和工艺水准来制作一个真正能完美意义上还原3个形态的大力神的话，不用任何的配件，现在的技术我估计达不到。所以能解决成2个形态质量转换技术的脱斗现在已经挺厉害了。你再去把它做成一个跨步，首先第一个啊，背包还原不还原咱们放在一边，它的稳固度能不能撑得住？靠这些卡扣，现在的车型下看起来一体性很好，不会散掉啊，是因为这些扣子环环相扣，用维度揪着筋。但是变成大腿以后，它又起到了支撑上下半身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个支撑的力度了。所以呢，第三方现在的解决方案，合体无论怎么样都是需要配件，哪怕不用配件，有 GT 的大力神、TFC 的大力神都是不用配件的，跨步就是脱斗变出来的。大家也见识到了 TFC 和 GT 最后有多多少少的增强补件，也最后发现了确实不靠谱，稳定性真的差很多。嘿，1分2，这个钻探机，然后我们再1分3，把这个揪下来，组成大力神的枪。这2个钻头拿下去，拳头翻出来，然后前后的裙甲卸下来，这个要掉一个个儿，主要是为了拼这个钻探机的这个造型啊，所以我们要利用到这边的卡扣，在合体形态的时候，前后裙甲拆下来换一下，胸甲脖子跟这么立起来，这2块呢就先放在这儿，一会儿这里是它肋部的一个加强筋，好，它是这条手。好，魔方的这套大力神，它的左右手是不能互换的，因为手臂和本体上边的连接接口它是固定的，固定的方向。把手掌拿出来，然后这里掰出合体的关节。我是喜欢把它立在肩膀上，这样看起来会和推土机这一面处理的效果差不多。推土机这面呢，就把这里稍微的掘开个口子，然后把它插进去，连接的关节拧出来。首先我们先把下半个这块撑起来，嘿，这里需要一点点韧性，把这2个卡扣锁到销子里去，嘿，它就有劲儿了，这样就有能撑得住的那个力量。旋转一个方向，然后让这个斜坡做成脚后跟，能转过来锁上，哎，这个角度就刚刚好。在刚才的车形态下呢，为什么这里要露着一个窟窿？这个就是纯粹为了还原记忆动画的一个造型。因为看设定图也好了，看动画片里边造型，这前面就这样。但是为了变成大力神合体以后的一体性好看呢，你还得把这脚尖啊再拆开拧一下变出来，变成这个样子，让这里有一个斜坡，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啊。主要就是
脚底下的这2个插孔插后裙甲的这2个凸。好，这个关节预留出来是为了它的左右接地。把这个脚丫子这里的卡扣打开，旋转一下，再翻出来。大力神的脚尖儿，拆开这个车头呢，第一个是翻出来这个小脚趾前脚尖儿，第二个把这2个方条条卡在了下边的这一档边缘里，然后我们把搅拌机的枪拿过来，插在中间，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这左右有2个卡槽，正好把它夹住。注意一下顺序，边往里滑边往下杵这一块，这就坚固了，结合起来，滑进去，然后再拿这搅拌桶盖锁上。另外的一边掰开2条腿中间，多出这个边不好看，我们先把这一块折回去，再把它打开，把这个边窝到里边。好的，这个造型是大力神最后合体的小书包。从这里 T 字滑进去，这里先完全锁定到位，这一块锁胳膊。那这个时候组吊钩呢，就先上胳膊吧，因为吊钩一会儿得变形啊。这条胳膊就挂得很结实了，这个滑进驾驶舱里，然后盖上。先把这2个关键的大的合体连接桩，把这后边轮子藏起来，变成小书包。这就对了。跟这里先插一下，让这个肋部变成一个倒三角，再套在这个窗户上。这卡扣插进去。你要想让这个地方坚固，你必须得把这些东西都变到位，然后所有的卡扣都锁进去。那现在嘛，所谓的动画形态也就是变完了，合体起来的效果呢，当然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腿怎么那么短呢，不好看啊。当然我们曾经也说了，魔方这套就很鸡贼，它预留出来了很多漫画零件的接口，甚至可以通过这个漫画零件把本身就是这个裤衩的合体配件啊，给它加高一截，就变成了长腿了。你可以把它换成漫画的银色腿部，中间有凹槽的这个造型的腿甲，还有漫画造型的裙甲。其实真的应该带一个带眼睛版本的，不是这个眼罩版本的。钻头插上，合体完了以后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种堆砌起来的美型感。这一次的黄色 G2 配色的版本啊，我个人感觉还是 G2 的配色也是挺受欢迎的吧。我觉得只有大力神的 G2 配色会特别的受欢迎，像后来的什么 G2 的混天豹、大无畏这些可能就差点意思了。毕竟 G2 配色的大力神黄色的这一套是我们现实中能看到的生活中的工程机械车辆的一个配色，所以应该有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接受啊，会玩很长时间，一个不小心玩2个小时。但是这一套确实做的很精致，有一些地方的想法特别好啊，尤其我非常喜欢这个拖斗的延展性，吊钩上边的一些黄色和灰色零件的转换，在车型状态下是黄色，变成人形腿部的时候是灰色。这就说起来啊，可以说怎么形容它呢？它明明可以做成大比例，就是说这种设计的零件数量以及它的设计逻辑，其实是应该照着大比例去设计的，就是配 MP 那个身高去的，就是它非要强行把这玩意儿缩小。有的时候吧，你看现在什么50公分的那个合体金刚，它的单体变形都不见得有这么复杂。魔方也是挺执着的，为了还原2个字啊，不惜下血本分件，搞各种各样的零件转换，去第一个质量压缩，第二个还原造型。这可能也是现在这些第三方设计师绕不出来的一个怪圈吧。你想还原，你必须得这么做。光头选择了在小比例线上这么做，也确实能靠这个耍流氓的尼龙料子能支撑它完成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模式啊。所以呢，这套大力神大概就是这样了。其实所谓改动的地方啊，
无非就是这次是礼盒形式的发售，一次性就可以把大力神集齐了，更改成了 G2 的黄色配色，但是身上我觉得总还是少了一些涂装上去的那种警示的条纹，就那种黑道黄道黑道黄道的那个如果贴的那个丰富一点，可能这一套 G2 大力神组合完了以后的效果会更加的漂亮。另外呢，配件量和之前的是一样的，额外会多增加一个这个亚克力的地台。玩了一圈好累呀，